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即将登场，你知道吗？足球是世界第一的运动，其热度和影响力绝对是冠绝所有的体育赛事。单单是3届世界杯的举办国俄罗斯就从中赚取了150亿美元的收入，可想而知，到底有多大的魅力和热度可以带来那么大的商机和金钱呢？而这一届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将于2022年11月21日至12月18日举行，它也将缔造历史上的多个首次，包括这是历史上首次在中东国家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卡塔尔是有史以来承办世界杯的最小国家，还有，它也是世界杯阔别20年再次回到亚洲举办。说巧不巧，世界杯每次在亚洲举办都会爆发一些风波的，比如20年前的韩日世界杯就被爆出了裁判受贿的风波。Where is my security? Come on. 而这一次也不例外，被爆出了卡塔尔为了夺得这个世界杯的举办权，竟然收买了好几个有资格投票的国际足联人士。这事件最终导致了时任国际足联会长下台，并最终接受了法律的审判。吉隆坡和北京时间比这主办国卡塔尔早了5个小时，所以他的第一场赛事将在大马时间11月21日傍晚6点正式登场，由特兰加雄狮塞内加尔对免卫冕之王荷兰。所以我们到时看一下第一场到底谁去荷兰，谁又去天坛呢？这也是本届比赛的一个特殊现象，毕竟从2006年起的惯例都是由东道主或卫冕冠军来打响揭幕战，但国际足联这次出于对收视率的考虑，将卡塔尔的比赛进行了推迟，这也打破了世界杯一直以来的传统。相隔20年后，塞内加尔再度参与世界杯的开幕战。国际足球总会世界杯 FIFA World Cup 是一项国家级男子足球队之间的国际比赛，由世界足坛最高管理机构国际足球总会 FIFA 每4年举办一次。世界杯也为世界足坛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单一赛事。自1998年法国世界杯起，电视转播观众人数就已经达到40亿人次。1930年为世界杯首届比赛，首届冠军是乌拉圭队。由于世界杯不断国际化，已经不再是欧美人一家的盛事了。在亚洲和非洲球队不断崛起的情况下，目前决赛圈已经扩充到32队，举办国家从过去的欧美轮流举办，现在已经开始移师到其他的州，尤其是亚洲。这次的卡塔尔是在中东，但其也是属于亚洲。球队会在主办国境内进行为期1个月的决赛圈，以争夺冠军宝座。大家可曾记得在不久前刚逝世的球王马拉多纳？马拉多纳是世界足球最完美的故事，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和拥有美洲原住民的血统，成长于一个郊外的贫穷区。马拉多纳从小就是一个街头足球小子，他毫不起眼的成长背景正好是那一代阿根廷人的写照。军政府当政，社会经济辽困，国外军事行动也吃了败仗，因此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于足球之上。就在阿根廷和苏格兰那场比赛的4年之前，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两国才因为福克兰群岛发生了战争，英国最后获胜，重新控制福克兰群岛。就在此时，刚好碰上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阿根廷终于有希望在球场上击败苏格兰，一场奉愿报仇雪恨。马拉多纳在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个人独进2球，最终以2比1淘汰苏格兰，为所有阿根廷人一雪前耻。第一颗进球就是在比赛的第51分钟，那个恶名昭彰的上帝之手，或称为魔鬼之手，如果你是英格兰球迷的话，你肯定很讨厌。对于阿根廷人来说，这不只是赢了一场比赛这么简单，这是赢了一场对英格兰的足球比赛，在世界上淘汰英格兰。这也让马拉多纳被阿根廷人视为民族英雄，如神一般的偶像。也曾经有传言指，98年的巴西队在豪华阵容下竟然输给了当年的法国队，是因为其实当年的巴西国债太高，球员们收到指示故意输给债主之一的法国，以缓解当年的债务。在那场比赛，外星人罗纳尔多表现出的状态至今还是个谜，完全迷失在法国的后防线中。罗纳尔多开始没有进大名单，后来又宣布有罗纳尔多，所以很多媒体赛后都猜测罗纳尔多赛前被下了迷药，但没有官方确切的消息来证明这一点。从
从这里你就会看到，为何每一个国家都那么重视世界杯呢？因为它的热度和关注度绝对能够影响一个国家。世界杯的战果令人提心吊胆，你还有什么理由能够置身事外呢？赶紧拿起手机搜索 Royal 77，11月1号开始前往 Royal 77打卡领取免费现金，打卡越多次金额就越高哦，千万别错过哦。自1934年起，世界杯就设立了预选赛，所有参赛队伍分别在6大洲足球联合会、非洲足联、亚洲足联、欧洲足总、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南美足联及大洋洲足联的监管下，按照各大洲各自组织世界杯预选赛，包括各自决定其赛制，以争夺世界杯决赛圈的参赛资格。在每届赛事开始前，国际足联都会决定各大洲足球联合会决赛圈的名额。其依据主要是该州球队的实力。预选赛会在决赛圈举行的前3年开始，过程逾2年。自1938年起，世界杯举办国和3届冠军球队均无需参加预选赛，便可以自动获得决赛圈的参赛名额。但自2002年世界杯之后，国际足联更改了这项政策，规定3届冠军也必须通过预选赛来取得决赛圈的参赛资格。因此，2002年世界杯冠军巴西成为首支参加预选赛的卫冕球队。届时，决赛圈会有32支代表队在主办国先后进行小组赛和淘汰赛，全程大约持续1个月。进入决赛阶段的球队首先进行小组赛，小组赛是以抽签形式分为8组。国际足联先将各参赛队伍分成4个等级，第1级为种子队，包括主办国和最高评分的7支代表队，评分依据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及近年世界杯成绩各占一定比重的方程式来计算。8支种子队分到8个小组中，其他的队伍会分入第2至第4级别，多以球队所属的州属来划分。每个小组均拥有第1至第4级别的国家队。自1998年世界杯起，规定同组内不能有多于2队欧洲球队，或多于1队其余5大洲分的同州球队，以及政治等多种因素也不会同组。小组赛采用循环制，以保证每队最少参与3场比赛。每组的最后1轮小组赛，4队之间的2场比赛会同时开赛，以确保公平。世界杯里最成功的球队是获得5次冠军的巴西队，该队是唯一在每届赛事都能打进决赛圈的队伍。以及2014年冠军德国队均以4次冠军的头衔紧随其后。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巴西和意大利曾成功卫冕，也就是连续拿下最少2届冠军。在拿下冠军宝座的8队中，有6队曾经在自己的国土夺冠，其他国家也曾在主办之下取得好成绩。1958年的瑞典队取得了亚军，1962年的智利队以及2006年的德国队取得了季军。可见主办国对该队的气势推动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这次卡塔尔或许会有好成绩，我们就敬请期待吧。那我在这边已经给你提示了哈，虽然不是100% 肯定，但过去的8队中已经有6队已经验证了。当然，这么大型的盛事，主办方肯定不会吝啬的。首先要把球员的热情带起来，才能给观众更好的视觉享受。所以呢，在2022年4月1日，国际足联就宣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总奖金为4.4亿美元，比上一届俄罗斯世界杯多了4000万美金啊！冠军可获得奖金4200万美元，亚军则可获得3000万美元。季军则可获得2700万美元，第4名的奖金为2500万美元，最终排名第5至第8的球队每队将获得1700万美元，而排名第9到第16名的每队将可获得1300万美元的奖金，最后的第17到第32名每队将可获得900万美金。也就是说，只要你有本事进到决赛圈，你就肯定是百万富翁了。除了上述的奖金，世界杯的32支球队每队将可获得150万的参赛费，也就是你的搭飞机啊、你的船票啊等等全部包，所以加加买买，每队最少可获得1050万美元。还有，只要你这个球队有曾经拿过3次世界杯冠军的话，就可以获得一卷大力神杯的复制品，永远松藏在你国家的博物馆，让你的人民永远记得你为国家做出的贡献。除了给冠军球队，其他表现出色的个人球员也会有奖励哦，以鼓励他们把各自的角色做到最好。
因此 FIFA 额外设立了6个奖项以示奖励。这6个奖项包括世界杯金靴奖，是颁发给每届世界杯决赛圈进球最多的球员。而第2个是世界杯金球奖，是颁发给每届世界杯决赛圈表现最优秀的球员。再来是世界杯金手套奖，是授予表现最优秀的守门员。接着就是最佳年轻球员奖，是用来表扬表现最优秀的21岁以下的年轻球员。第5个则是国际足联公平竞技奖，是颁发给保持着公平竞争的良好纪录球队。最后一个是最具娱乐性球队，是由公众选出最富娱乐性的球队。除了以上呢，还有一个最后的荣誉，就是世界杯全明星队，就是把整个赛事表现最佳的球员们组成全明星队，个个都是明星啊！看吧，这么精彩的盛事即将登场，你可不能错过哦！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参与吧！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